你心目中的岛国最强侦探是谁？是号称死神小学生的江户川柯南，还是最强刑警古田任三郎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部推理神剧，里面的侦探虽然算不上出名，但是他的推理能力却极强，仅凭对话他就能找出真凶，发现真相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女主保生粒子今天又遇到了一桩奇怪的案件，死者名叫藤野，今年36岁，死亡时间是昨晚的11点左右。经调查，死者的后脑遭到重击，凶器应该是房间里的烟灰缸，因为上面沾满了死者的血迹。除此之外，死者的身份非常特殊，他是一名国会议员，最近在公开调查上层领导的非法募捐案，因此这个案子也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，甚至还有流言传出，藤野的死是因为触碰到了很多高层的利益，所以才会突然死亡。看来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。采访完后，画面一转，栗子在调查时发现了2个疑点：第一，死者的衣服被凶手扒光给带走了，并且他的额头上还沾有房间地毯的纤维组织；第二，死者在入住酒店时自己随身携带了一个保险柜，但是今早发现死者的尸体时，保险柜是打开的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现场也被人翻得乱七八糟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说完案件的基本情况，侦探影山向栗子询问证词。本次的案件证词一共有6个，小伙伴们要仔细听好哦，同时也可以跟着剧情推理一下，看你是否有当侦探的潜质。首先，第一个证词是死者的秘书说的，他声称昨晚9点半藤野在参加一个联谊会，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突然临时取消离开了。后来藤野返回酒店整理非法募捐案的证据，直到今天早上秘书发现藤野的尸体，关于非法募捐案的证据也消失不见。说完，秘书还表示藤野是一个非常努力上进的人，从来都不会去高级日料店，也不会去高尔夫球场和洗浴场，他的眼里只有工作，经常会去制衣厂和化工厂亲自调查那些参与非法募捐的厂商。接着是第2个人的证词，她是藤野的前女友，名叫惠里，是东京某电视台的女主播。惠里和藤野才恋爱了2个月就分手了，两人一起去国外旅游过。据惠里所说，藤野是一个海王，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换衣服还要快，因此听到了藤野的死讯，惠里异常的镇定。接着惠里还说，藤野脚踏几只船曾被自己抓到过，一犯错他就只会跪在地上祈求你的原谅，1次2次也就算了，次数多了谁都无法忍受。惠里就是因为这个和他分手的。昨晚惠里一个人在家，没有不在场证明。然后呢，第3个证词是藤野的现女友所说，现女友名叫香苗，她的父亲在民友党很有威望，并且非常的看好藤野，于是便有了这场政治联姻。昨晚香苗给藤野打过电话，挂断后就休息了，也同样没有不在场证明。第4个证词是女大学生石美说的，石美曾打电话给死者询问问题，问完之后就挂断了，死者没有任何异常。石美是藤野选举事务所的学生代表，据她所说，几天前死者在接待他们学生代表时，打算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玩。然而当大家提出想去打保龄球时，藤野愤怒地表示不打保龄球。石美声称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死者这么生气过。然而她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？请联系前面几个人的证词想想看，这是一起怪诞离奇的谋杀案，死者被人杀害在酒店，凶手离开前带走了他的衣服和鞋子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昨晚酒店服务员在11点半的时候，看到一位身穿黑色风衣的男子从死者的房间里走了出来。据服务员所说，黑衣男子出来的时候拎着一个大包，因为戴着帽子，所以便没有看清他的样貌，但是他的身材非常的魁梧，看起来有180那么高。这是第5个人的证词。接着是最后一个，死者的保镖。风纪警官和栗子看到保镖时吓了一跳，因为保镖身材魁梧，有着180的身高，看起来完全符合服务员所说的嫌疑人相貌。然而他的证词却是这样的，昨晚10点半左右，他看到一位女子进入到死者的房间里，女人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身高看起来只有160的样子。现在所有人的证词已经全部给出，栗子重新梳理了一下，昨晚9点半，死者突然临时取消了联谊会，随后返回酒店整理证据。紧接着在10点20分左右的时候，死者给保镖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他提前下班回家。保镖在等电梯时，看到一个身高160的女人进入到了死者的房间里。最后11点左右，死者被人杀害。11点半的时候，服务员看到一个身材魁梧且身高有180的黑衣男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案件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说完，栗子一脸期待地看着影山，影山也说出了自己的结论，这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，而是一起情感纠纷杀人案。昨晚9点半，死者临时取消了联谊会，回到酒店。后来死者在酒店约见了凶手，两人因为某事发生了争执，于是凶手便一气之下杀死了藤野。真相就是这样。然而凶手到底是谁呢？影山表示，凶手就在死者的前女友惠里、现女友香苗和女大学生石美之间。至于凶手为什么会从160变成180，这也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凶手出门时穿上了一种秘密增高鞋，这种增高鞋可以让人增高15厘米左右。凶手杀完人后穿了很多衣服在里面，外面再套一个风衣，这样看起来就很魁梧。最后凶手穿上15厘米的增高鞋离开，出门被服务员看到，
这样一来，他的证词也就能解释得通了。说完，栗子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：增高鞋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影山坚定地回应说，这双特制的增高鞋是死者本人自己的，有2个人的证词指向了他。第一女大学生石美曾说过，有一次聚会，他们提出想去打保龄球，然而死者却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非常的生气。第二，死者的秘书说，死者非常的努力上进，从来都不会去日料店、洗浴店这些地方，这是因为打保龄球、吃日料、洗浴这些都要脱鞋，然而一旦脱了鞋，破绽就会露出来。原来死者从来不去这些地方，是为了守住自己最大的秘密，而这个秘密呢，就是死者是一个非常自卑的矮子。说完，栗子恍然大悟，明白了一切。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，凶手到底是谁呢？影山表示，想要查出谁是凶手也非常的简单，看他们的身高即可。前女友惠里和现女友香苗的身高都在160左右，而女大学生石美的身高呢却是170。谁是凶手？你猜到了吗？根据前面的线索，你能推理出这3个女生谁是凶手吗？女大学生的身高170，穿上15厘米的增高鞋，再戴上一个帽子，看起来就接近190，所以不符合嫌疑人的身体特征，暂时排除了嫌疑。剩下的2位女生身高都是160。然而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？影山表示，真正的凶手是死者的现女友香苗。昨晚2人相约到酒店谈一件急事，原来是死者脚踏几只船被现女友香苗给发现了。香苗非常的生气，死者见状立马下跪道歉，承认错误。还记得前面有一个证词，死者的前女友曾说过，死者有下跪道歉的习惯，一犯错就只会跪下磕头。还记得在案发现场调查死者的尸体时，警方在他的额头上发现了酒店地毯的纤维组织，看来就是因为这个。后来死者因为下跪不小心露出了自己的秘密增高鞋，被女友香苗给发现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原本就生气的香苗嘲讽了死者2句，2人也就因此发生了争执。最后香苗失去理智，随手拿起桌上的烟灰缸，一下就砸死了海王男友。紧接着香苗开始伪装现场，往鞋子里塞上几双袜子，再扒掉死者的衣服穿上，这样看起来就像个180的壮汉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香苗突然想到，死者应该不止这一双高跟鞋。他到处翻找，最后在保险柜里又发现了2双。案件的真相就是这样。影山推理结束后，栗子觉得有些牵强，便问了他一个问题：香苗和惠里的身高都是160，然而为什么你一口咬定杀人凶手不是惠里，而是香苗呢？对此，影山解释说，死者和惠里一起去国外旅游过，看照片，2人去的地点是海边，所以说惠里早就知道了死者的真实身高不足160。说完，影山还表示，今天他在贴身保护女主时，发现香苗家的后院里摆放着一个炉子，里面有刚燃烧过的痕迹，现在只要找到死者的高跟鞋就能确定凶手。随后2人来到香苗家，在后院的炉子里面果然发现了那个没有烧坏的鞋跟。影山拿着鞋跟解释说，死者经常一个人去制衣厂和化工厂，看来不是为了调查非法募捐案，而是为了让厂家们给他制作秘密增高鞋。制作这种鞋跟的特殊材料是使用最新技术合成的，不仅穿起来轻便，而且不可燃烧。最后香苗痛哭着跪在地上，承认了所有的一切。他声称自己非常喜欢死者，但是当他发现死者脚踏几只船时，死者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哀求香苗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香苗的父亲。看来死者并不是因为喜欢他才和他谈的恋爱，而是为了权力。香苗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于是一气之下说了那些嘲讽人的话，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悲剧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人无完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自卑的点，并且每个人的自卑程度也不相同。还记得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过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，自卑感并非异常，它是人类处境得以改善的动力源。所以我们要化自卑为动力，只为成就更好的自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小森的点个赞和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